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赤水市的宝源乡，今天呢要带你们去参观一座100多年的地主老宅。这个地主的名字呢叫李本初，当时是宝源乡最大的地主。这个都不算厉害的，最厉害的是他呢是当时当这个区长，然后他儿子呢是在宝源乡当乡长，厉害吧？现在我们就一起过去看一下他的老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我也特别好奇。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写有李家大院文物单位的这个字样，那么证明这个房子现在是受文物保护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从那边过来，只是这个外面进去的这么一排房子就有10多间这么长。你们不要误以为它这个是后面建的，不是啊，就是外面这个墙都是100多年了。大家知道赤水丹霞地貌呢，石头这么都是红色的，土也是红色的，是吧？大家看下面呢，就是非常大块的那种石头，然后呢用石匠来敲了之后呢，就这样子把这个房子垒上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大一块一块的这个石头啊，然后这里还有红砖，这些呢都是建造于100多年前。那2楼呢有这个木质的这个走廊啊，也就是阳台嘛，我们现代人说的，非常的大气啊，只看外面就非常的大气。那么进入它这个大门的这个位置呢，是整个圆弧形，下边比较大，然后慢慢的缩上去。这个就是进地主家的这个大门哈。啊，看着非常大气啊，全是这种石头。吃饭没得叔？吃饭没？啊。哦。在你们家住这儿了？哦，我在这儿做。你是这个地主的后代吗？是不是啊？那是我们自己的。你是他们后代不是吧？哦，是的。不是的哈。哦，等于土地改革后来之后就分给你们在这儿住。嗯。哦。那个打破地主往土地改革自个儿挣到现在。要嘛70了，那你想嘛，你过这。哦，是这样的哈。啊。进到这个大院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2层半的一口井，也就是4合院的房子。就是当时这个地主倒了之后，就等于就全部就分房分进来的。哎，对，地主遭镇压了，追来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不敢来这个屋子里过户，就是别的人来搬来这个地方住。搬了好多家进来，当时。哎，全都是外面进来的，一家姓李都没有。一家姓李的都没得。哎，等于他这里是李家大院了嘛？哎，对，就你家有个地主家兄弟。当时进来是好多户啊？当时进来，他是一家人分进2、3户的。哦，有可能都有10多户。都有头10户吧。那他这个房子里面有哪些东西是比较古老的文物啊？这种？它是住房，它也不是喜欢的祠堂，但这种没有雕刻花花朵朵。它这里面因为在住的地方并没有做很多花样的东西哈。最重要的古董就是所有这层柱子、这层封顶，全是金丝楠。金丝楠吗？哎，就是来看，他的用刀来敲，再敲了看片来树，哎，片来看过。这个地方也是敲的，刀来磨刀敲的。哦，这个就是蓝莓。哎，这个是蓝莓，你知道的吗？我有说就是金丝蓝莓，都基本上都是金丝蓝莓。在去年、前年，不只是谁，这2个地方是抠过的，没有人在家。我们人在家有人来抠过的。哎，这抠了，做了那么大一个洞，抠下去有2米深的样子。立缝往下2、3分啊。哦，你这里，这里就是等于说意思是你们人没在的时候，有人来这抠过的。哎，抠了2个地方，这里抠了一个地方，那屋里抠了一个地方，不知是谁是抠的都不知道。那你们这么多户人在这里住，为什么不知道呢？没有人在屋头啊，都。你那么多户人，不可能没有人在屋头啊！我去往年我都在外面打工啊，我的去年前年回来。哦，全部都出去了。哎，全出去了。
那是不是地主的后人来挖的？不是，应该不是的。那就是有人探测到这下面有东西。对，应该是这个。因为金银的话，1、2米是探测得到的。对于被人家偷过。对。是什么时候的事？去年的样子啊。去年。就是去年被偷的。啊，去年偷的，前年的，前年。前年。前年，是前年。厉害哦。这里面是肯定有东西的。据说地主叫李本初是吧？对。当时是区长。区长。然后在你们宝源乡的话，这里是说是最大的地主啊。对，宝源乡是最大的。他儿子叫什么？李由荣。李由荣是当时在宝源乡当乡长是吧？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一堆泥巴都是这个地方倒成，就是这间屋子，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是一个灶房啊，这个呢是后来的人家弄的灶头，就是这里泥巴都还在。这些木料我告诉大家都是楠木啊，都是楠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古董的东西，像这个都是这个以前打的这个水缸，这些都是石头的水缸。看这个是盆，这个是那时候做来这个泡澡的盆吧，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孔可以漏水的。大家看这些石头都是非常大非常大的。在那个年代啊，就是地主被打压之后啊，这些房子呢就分给了当地的老百姓，而且这个因为叫李家大院嘛，刚才我们那个叔叔也说了，就是一户姓李的都没有，全部是其他姓氏的在这里面。大概当时进来有10几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前的地主大院有多大。我们现在呢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地方的这个地理位置。当初这个地主把房子修在这个地方，肯定有他的考量。为什么？后来他们10几户人家搬到这里面来之后，在这里面也考出去了10几个大学生。你要知道，在比较偏远的农村的话，一个村庄想考出去1、2个大学生都比较难哈，在以前的年代。所以这里的地理位置一定是非常漂亮的。当时这个地主在整个宝源乡10里8乡的都是非常出名的，所以你们要想来参观一下这个地主大院的话，你可以到了宝源乡之后随便问啊，都可以问到这里。这一座地主大院价值连城，因为很多的这个木料都是金丝楠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在宝源乡最大的地主，而且地主本人是当区长，他的儿子是当这个乡长，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是多大的官儿，对吧？我也看过很多的这个地主老宅，但是这一座地主老宅确实是让人感觉特别的大气。为什么？因为他这个老子那时候是当区长，然后儿子呢是当乡长，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院落里这些柱头好像都是这个金丝楠木的，然后这些木料大部分都是金丝楠木的。大家看这一座地主大院就是价值连城哈，说实话一般的地主根本达不到这样的财力哈。好了，今天这个地主老宅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哈，咱们下期再见，拜拜。